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咪小学堂，我是花卷，我是胖弟，我是小吉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猫咪为什么那么爱肉泥？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经验？罐头跟饲料，猫猫可能会挑口味，但只要肉泥一拿出来，就像被召唤一样，立刻冲过来。别看胖弟平常是好好先生，只要肉泥一撕开，就会像头牛一样冲过来，直接把我撞飞。这不是失控，这是生理反应。其实肉泥之所以几乎通杀，是因为它同时打中了猫咪的味觉、口感，还有奖励回路。第一章，我们先从最核心的开始。猫咪的味觉跟人类很不一样。猫咪对甜味几乎没感觉，所以用糖或淀粉做出来的香甜，对它们其实不太有加分。所以你拿蛋糕诱惑它，它只会想，这什么鬼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难怪很多猫对香香的饼干都没有兴趣。猫咪最敏感的是肉类的鲜味，也就是肉片分解后的氨基酸带来的那种肉香和浓郁感。而且肉泥通常会把鲜味做得很集中。同样是肉，为什么肉泥更容易让猫失控？关键是肉泥是均质化的液态，鲜味分子几乎是一入口就全覆盖。罐头有肉块，要咬要撕，干饲料更要咀嚼，但肉泥几乎不用咬，直接舔就能吃到浓缩的鲜味。罐头像吃便当，肉泥像直接灌浓汤精华。所以猫不是不挑食，它只是挑会让它大脑最喜欢的鲜味。懂了这点，你就会明白，肉泥不是普通零食，它是超级鲜味讯号。第二章我们来讲肉泥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只有肉，还有工艺。你看很多肉泥成分表会出现水解蛋白或蛋白水解物，这代表它把大块蛋白质先切成小分子，短肽和游离氨基酸。简单说，原本要靠咀嚼消化才慢慢释放的鲜味，肉泥直接先帮你卷备好，一入口就很有感。就是把肉味剪成一堆小碎片，直接撒在我舌头上啦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感觉是浓郁，英文常叫 kokumi。它不是一种味道，而是让猫咪觉得更香、更浓、更延绵。所以猫咪会觉得这个好香好浓，就会想一直舔一直舔。舔到最后不是在吃，是在冥想，我与肉泥合而为一。再来是香气，肉泥在制成中会加热灭菌，会产生很多类似烘烤肉类的香气分子，而肉泥是湿润均质的基质，香气分子更容易瞬间挥发。你撕开包装那一秒，味道就像一阵风直接扑过来，香味迎面而来耶。干饲料的香气多半包在油脂里，要靠咀嚼摩擦才慢慢散出来。罐头如果比较冷或被凝胶包住，香味也不一定会瞬间爆出。但肉泥就是开封即巅峰。第三章我们要讲肉泥最犯规的地方，它的口感刚好完美配合猫咪的舌头。猫咪的舌头上有很多小倒刺，它们不只是用来梳毛，也很擅长用舔来把液体糊状食物带进嘴里。所以肉泥这种舔得到、吞得快的食物，对猫咪来说特别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肉泥在包装口看起来是浓浓的，不会一直滴，但猫咪一舔，它又会突然变得很滑，很好卷走。这叫剪切稀化，动得越快，越像液体。不碰它的时候就很浓，只要舌头一舔，就变得像浓汤。
这种质地很关键，因为猫咪每舔一下就能拿到一口高浓度的鲜味加能量，几乎不用咀嚼。对猫来说，这是用最小力气换最大回报的吃法。难怪它们会越舔越快，像被按到加速键一样。干饲料要咬碎，罐头肉块要撕咬。但肉泥我只要伸舌头就好，根本是懒猫福音。第4章来到最关键的一件事，为什么你还没拿出肉泥，它就已经冲过来？其实猫咪不是只在吃食物，是在寻求奖励。肉泥有一个超强的开场音效，撕开包装的声音，塑胶摩擦声，这些声音会变成猫的大脑里的区辨讯号。撕开肉泥的那一秒，我仿佛听到了希望，而且那个味道会马上出现，所以声音跟香味很快就会被连接起来。这就是典型的操作制约。你撕开讯号，它跑来坐下撒娇行为，得到肉泥奖励。因为肉泥是超高价值奖励，大脑的多巴胺会给它超高分，所以那条神经回路会被强化得非常快。你以为你在训练我，其实是我在训练你，快撕快喂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肉泥通常是你手拿着喂，对猫来说，这不是远远吃饭，而是靠近你，跟你互动。尤其对胆小或刚认识你的猫，肉泥很像一张信任通行证。它会让我觉得你等于好事发生的地方。而且别忘了，舔这个动作本身就有安抚效果。很多猫紧张、无聊或不舒服的时候，会更想舔。所以肉泥不只好吃，它还像一个让猫宝贝安心的奶嘴。我其实是舔心安的。第5章我们讲最重要的，肉泥很棒，但它应该是零食奖励，不是主食哦。用得好可以补水、喂药、建立信任，用太多可能变挑食、热量爆表。最简单的原则，肉泥当奖励，一次最多1条，不要看猫咪喜欢就一直喂。肉泥来再多，我都吃得下哦。如果你家猫开始只等肉泥，最好改成先吃主食才有肉泥。肉泥不要混成主食调味料天天拌，否则它的味觉门槛会越拉越高。如果是老猫、肾猫或泌尿问题，要特别注意磷和钠。有些肉泥看起来磷很低，是因为它含水高，换算成干物重，其实可能不低。真的担心就挑低磷配方或询问兽医，让肉泥帮忙，而不是帮倒忙。肉泥最好用的地方其实是补水、喂药、剪指甲、分散注意力，让怕人的猫敢靠近。肉泥可以宠我，但要记得适时适量哦。你家猫也对肉泥完全无法抗拒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哦。今天的猫咪小学堂就到这里咯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猫咪小学堂下课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